如今三界，仙门为尊，人界次之，妖魔居末。只因魔神万年之前陨落，吾等魔界群龙无首。妖魔怎么越打越多呀？荒原太大了，我们人手不够啊！北边这里需要帮助。南边那边又出了一大团妖魔，怎么办啊？加油，掌门！招摇掌门，东边的符石设置好了。莫慌，中间战线的门派往左右分散支援，整体战线往北方射移。这边的符石已经设置完成了。好。来吧！我们的目的是布下警戒金铃，不要被妖物打乱节奏。各门派多坚守一会儿，警戒金铃就快要设置完成了。荒原这边大局已定，老徐啊，不知道你那边情况如何了？糟了，他们要逃出去了。是师傅的剑，师傅到了。师傅，给我加固封印。是。师傅，为什么这些妖物都同时开始发狂一样？四周妖魔同时癫狂，一定是受到了什么感召。我们只是遵从天性而活，却要如同过街老鼠一般，动不动就要被赶尽杀绝，封在这暗无天日之地，镇压百年。你们甘心吗？不甘心，不甘心。只要我们把魔胎寻回，复活尊上，就能重振荒原。虽然一月族搞丢了魔胎，害我等苦寻了500年未果，好在尊上早有筹划，留下3魔器，指引我们寻找魔胎。今日我们真正的目的，其实是这个叫云长阁的偏远小仙门，在那儿有魔神之心，洗髓印的线索。魔胎魔器相互感应，只要找到洗髓印，就必定能指引我们找到魔胎。复活尊上，指日可待。复活尊上，复活魔神。在谭台剑成魔之前将他斩杀，斩断魔神必将临逝的速率。你把他抬起来。谭台剑，这真的是一个人？你不会死，究竟什么是死？只有你活着，才能有更多的人活下来。看到了他。
我回来了，我做到了。苏苏，我还以为爹爹，我成功了，我做到了。是的，你丽姐终于成功了。丽杰，对，你的劫雷虽不知为何没有劈落下来，但你命中这一劫，算是平安度过了。劫雷，不是已经打落了吗？爹爹，我说的不是雷劫。当初你和赵幽伯伯用过去镜，过去镜，逍遥宗的镇派之宝啊！那面镜子我们何时用过呀？是了，我已成功将魔神降临的宿命斩断。爹爹他们未必知晓，用过去镜送我回到500年前的事。苏苏，莫不是这10年闭关给你闭糊涂了啊？我闭关了10年。你真不记得了？10年前你突然无火自燃，陷入沉睡，今日才苏醒。所以，如今世上没有魔神，没有同辈道，也没有旷世劫难，对吗？对。太好了，太好了！你安然无恙，真的是太好了。萧凛，我一直盼着你能够醒来。不，现在我回来了，应该叫光影师兄。多谢大师兄。苏苏，进屋。走，我们回家去。苏苏，为何你同我如此生疏？老瞿啊，苏苏已经出关了，你这悬了10年的心，终于可以放一放了吧？唉，苏苏这次出关也是有些蹊跷，修为不进反退，不知发生了何事。你若有空，替他算上一算。啊，对了，荒原那边处理的怎么样了？这次前来就是为了此事，警戒金陵已经排布妥当，那群妖物暂时是没有办法再兴风作浪。不过话说回来，这次独夺没有见到4鹰、精灭2个魔头，我心里总觉得有些不安。二魔近来在4州3界行踪诡秘，也不知是不是有什么其他的算计，还是要当心呢。哦，对了，我师弟的信。赵恩，他不是去云长阁了吗？所幸他晚到了半日，才侥幸活了下来。我怀疑啊，这次二魔没有出现，正是这个原因。此事关系重大，召集众仙门共同商议才好。可我听说，赤霄宗的岑掌门在云游之中，不知会到什么时候啊？岑掌门是除魔卫道的急先锋，接到消息就会赶过来的。老瞿，我今天找你还有一件事情，不须真人，让我去弱水河畔，说东南方有异长，还特意说此事一定要我亲自前往。我应知道了，结果就捡了个人回来，不知此行所得是福是祸啊。这不是幽冥川，这是哪里？这是……对了，我掉进了幽冥深处，然后他就出现了。
那柄黑弩在般若浮生里见到过。仙友，你没事吧？起来，没事吧？你什么时候醒的也不吱一声。我为何会在此处？哦，是我师父把你捡回来的。我师父啊是逍遥宗的掌门，他是仙门中啊大名鼎鼎的赵幽真人。你可真是太幸运了。我已施法降下9天甘霖，加上有这护心灵庇佑，用不了多久，这里将成为一处仙灵充沛的所在。此地山脉环绕，凹谷之中，日月不照，便叫它不照山吧。这就是明夜留下的不照山。你的救命恩人吗？是他。看来叶希雾本该活在现在，却因为我。多谢大舅，我还有要事要办，告辞。先别着急走啊！你这样来去匆匆，不会是想回幽冥川吧？你可知晓这弱水之门，每500年才能打开一次。就算你能走到弱水之畔，你又如何打开弱水之门呢？我不能留下，我必须要找到他。你不会是想去捞元神吧？人死不能复生，他都已经死了，你把他元神捞回来又有何用呢？你小子还真是斗倔驴啊！不许师叔祖传信于我，叫我去弱水边捡人，我还以为能捡到多大的宝贝。哎呀，怎么就捡回你这么个赔钱货呀？为了救你，花费了我多少逍遥宗的天才地宝啊！好不容易才把你救回来，拍拍屁股就想走啊？那你要怎样？如果找不到他，我活着跟死了也没什么区别。罢了，就当我做了次赔本买卖。我赵幽善始善终，你小子若是一心寻死，也得等出了我逍遥宗的山门再去死。师父，真的就让他这么走了？放心，他离不开这里，最终还会回来的。这应该就是叶希雾说的仙门。弱水之门已经关闭，再次打开还要等500年。离开这里容易，可我又该去哪里找叶希雾呢？师兄，承让了，这次败了还有下次，我早晚战胜你和你的卓坤剑。走。澹台殿下离国去都，到我圣国做客，是为了2国邦交，我们当以礼相待，怎可如此肆意欺凌？从前圣宫之中，你我一为皇子，一为质子，云泥殊荣。
兄台面生，也是逍遥宗的弟子，不知该如何称呼？你怎么会在这里？我？这位兄台，怕是认错人了吧？在下宫野继吾，是衡阳宗掌门座下大弟子。宫野继吾。原来如此。既然兄台对此地不熟，我便多送你一程吧。实不相瞒，宫野师兄，你与我多年前的一位旧友神貌颇为相似。不知宫野师兄是何方人士？或许你们之间有些渊源。我是不虚真人收养回来的，此身从何处而来，我也无从知晓。又是这个不虚真人，我可否见这不虚真人一面？他曾传信救我一命，我想亲口向他道谢。就是这里了。不虚真人仙逝后，就藏身于此金花中。那这位不虚真人是因何去世的？听闻不虚真人游历过人间，见惯了世人的爱恨离愁，虽勘破元法，却未能修成长生之法。直到他90岁那年，山下新开了家赌坊，他去大营特赢了一番，拄着拐杖颤颤巍巍地回山，一高兴跌了一跤，7日后便仙逝了。那我如何才能当面跟他道谢？只需用我仙门术法召唤即可，像这样。庞一之，我此次前来，向陛下换一样东西。我想换一瓶陛下的心头血。庞一之，你要这血做什么？此事就与陛下无关了。这究竟是元神，还是幻象？都不是，这是一种名叫云端的有趣法术，是不虚真人自创的。他说肉身有限，意识却可以长存，所以在他仙逝前设下了这法术，保留了自己的意识。宫野兄，我有话想问这位不虚真人，你可否先回避一下？你问便是，我正有事要做，先行一步。不虚真人，庞一之，你可知道叶希雾的元神在何处？我该如何找他？唉，想要卜卦解惑，需我仙门法术才行。庞一之，庞一之，这仙门之中究竟有何玄妙？早已故去的萧凌，竟能活生生地站在这里。庞一之又为何传信召游救我？哎呦，小子，你刚才不还是心急火燎的要走吗？怎么到这会儿还没走呢？是不是我逍遥宗太大迷了路啊？要不要我亲自送你一程啊？嗯？方才听闻贵派有云端法术，我来问卜。哦，你有求于不虚真人的云端呀？但是呢，想求他现身解惑，可是要先入我仙门，领悟心法，才能以灵力唤出。既然萧凌在这里，那叶希雾会不会？我要留在这里查个清楚。请掌门赐教。哎，你虽然拜我了，可我没说要收你为徒啊。想入我们逍遥，没那么简单。哎，这样吧，起来。
你呢，替我去办一件事，如果办好了，就当你欠我的天才地宝2星了，如何？至于拜师这件事嘛，剑来。这把剑名为南枝，是我师父生前所制，乃梅花化成，春心霜破，不带肃杀，以此人心观世界，破执念，见逍遥。这柄剑今天就交给你做个印证，待你哪天能够唤醒它，便算是领悟，才能修习心法，入门求道。苏苏，你闭关10年，生死劫已过，莫要多思多虑，好好休息吧。我已将澹台剑身上的邪骨抽离，宿命已断，这世间再无魔神。可倘若这只是一场结束，澹台剑，你真的只是我的黄粱一梦吗？梦醒了，一切就都散了。谁在那儿？出来！小师叔，你是何人？我不是坏人，我也是我们衡阳宗的弟子。所以，你是瑶薇师姐的弟子，之前从未见过我。我自拜入师门，就听说咱们衡阳宗有个无垢灵体的小师叔，可你一直在闭关，只能看见那朵雷云，好奇死我了。可是刚刚看见你，不知道为什么，总觉得好生眼熟啊。这位师侄，你叫什么名字？我叫月牙。小师叔叫我名字便好，或者叫我小月牙也行。你叫月牙？对啊，小师叔，怎么了？我叫月芙雅，姐姐，是你救了我，对吗？你本名叫月芙雅，是一月族人，月牙是你后来改的名字，是不是？小师叔，你好厉害啊！怎么什么都可以算的？芙雅，你为何会来衡阳宗？有一位恩人姐姐救过我，还给我养父母留下一封信，让我有事就来衡阳宗。后来我15、16岁时发了病，到处都医不好，都快要死了，养父母便寻信将我送来了衡阳宗。芙雅，过来。芙雅，你可还记得你那位恩人姐姐长什么模样？恩人姐姐，从今往后你就叫月牙了。月芙雅这个名字，你只能记在心里，听明白了吗？希望有一日我们能再遇见。你是恩人姐姐？姐姐，这一切并非一场幻梦，有的人兜兜转转还能重逢，南宫姐姐；有的人刻骨铭心，却无缘再见。应该就是这里了。不照山向东10里的村中，有一位盲眼老妪。这15年来，她每日都会站在村口，风雨无阻，从昼到夜，等一个人。娘，这儿回来了。
我的侄儿，我没听错吧？侄儿，是你回来了吗？侄儿，你真的回来了。老妪的阳寿只剩7天了，他一生为善，仙门想在最后了却他的心愿，只可惜他儿子早已不在了。是啊，娘，我回来了。侄儿，回来了，先好好休息，娘给你做吃的。当心啊，娘！哎。庞一之说不定知道些什么，我得留在逍遥宗。无论你在哪里，无论花费多少时间，我一定会找到你的，叶修。小叔叔，走啊！你吃不吃啊？小叔叔，你不知道吧？这500年，景境变化可大了，我们可以经常下山来散散心啊。哎，你看，那边有个说书的。相传1000年之前，景圣本是一体，后隔江而治，征战不止。因为国君横空出世，才使得两国重聚一统，开启500年盛世。欲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走吧。老叟留步。老叟若不着急，多留片刻，为我再讲一段如何？姑娘想听什么呀？您便讲讲500年前景国的澹台烬吧。好嘞，姑娘请坐。小师叔，澹台烬是谁啊？他是景国的国君。话说500年前，景国势弱，民不聊生。国君澹台烬继位后，力挽狂澜，立一世之功业，开万世之太平。不过今夜呀，不讲这些世人皆知的故事，讲讲秘闻。传闻中啊，君王澹台烬有一位深爱的女子，这名女子在史书上只字未留，无名无姓，甚至没有封号，却能够独得帝王的一世恩宠。据说国君澹台烬寿终正寝后，与他那名挚爱女子合葬于澹台王陵。此后500年来，澹台王室子孙众多，世代明君。他终究是放下了那些过往，向前走了。的确，那些与我一起的时光，纵使有爱，但也有恨。终究是他漫漫帝王路中的刹那烟火，转瞬即逝，不值得留念。我也该彻底放下，追寻属于我的仙途。娘，娘，这天刚刚亮，您正在这里做什么？是什么时候了？刚到卯时。不对，不对，我说的是到春分的时候了。院前有一棵小梅花树，对我很重要。你去帮我看看开花了没？这是早已枯死了。这树种下10年了，每年我都期待着它开花，可10年以来，我都未曾如愿过。人活着最痛苦的事情便是有回忆无法解脱，如同我被困在幽冥川之中，日日接受弱水冲刷，痛彻心扉。
要让婆婆如愿，便要想办法让她从过去中解脱。好看，娘。今日便是婆婆阳寿最后一日了，无论如何，我都要让婆婆如愿。侄儿，好儿子，你过来，娘有话要跟你说。怎么了，娘？孩子，你说这人活着是为什么呢？我不知道。这人活着是为了旁人。旁人？若不是为了等我的孩子，我早就死了。若是我也死了，谁还能想着念着我的侄儿呢？娘，我不是在这儿吗？娘眼睛瞎了，可心里明白。娘知道，你不是侄儿。不过你是好孩子，陪我到最后，我老婆子没什么遗憾的了。倒是你，孩子，你家在哪里？可有什么人还念着你呀？没有，我自有丧母，父亲赠我入骨。我身边的人，牵挂的从来都不是我。不过，我有一个妻子，她护过我，救过我，她一心都想教我做个好人。那你如今做了好人了吗？我不知道。他教我向善，教我慈悲，教我爱人，可我却害死了他。如今已经没有人可以告诉我究竟是个怎样的人。若是做坏人，就可以重新找回你的妻子，你愿意吗？他说的对，若我利用魔神的力量，说不定有办法找回叶修。不，这么做他会不高兴的。这就对了，孩子。你若是真心的想念你的妻子，便就该叫她如愿，你明白吗？何为如愿？孩子，你看看这周围梅树是不是开花了呀？这树啊，本是侄儿临走前栽种的。他说：“阿娘，
等梅树开花的时候，我就回来了。我时常浇灌着它，就是希望有朝一日，侄儿回来的时候，梅树还在，侄儿就不至于因为我老迈而感伤难过了。原来是这样，我好像明白了。婆婆的儿子就是困住她的过去，而这株梅树就是解锁的钥匙。只要让婆婆认为梅树开花，儿子归来不会难过，便能了却婆婆的心愿。此剑名为南枝，春心霜破，不待肃杀。以南枝法身为枝，冠以灵力催生，便可破执念，见逍遥。草木枯荣万象归，万物从容皆自得。破！娘，看，花开了，我替您折了一枝。谢谢，你是个好人。娘，婆婆，此生您以功德圆满，来世定会多有福报。赵幽前辈，我想拜前辈为师，做逍遥宗的弟子，留在这里专心修行。好，哎，小子，我看你还是颇有仙缘，就知道你走不了。既然你从幽冥之水而来，就算是死而复生，现在又要入我仙门，不如我给你重新取个名字，如何呀？我俗家姓苍，不如我占你个便宜，就随我姓苍，取名九民二字，如何呀？何为九民？时机未到，不可尽说。九民这两个字，你喜欢吗？多谢前辈。还前辈吗？多谢师父。好，好徒儿。婆婆的事已告一段落，这把剑还给师父了。我初学道，用不着利器。九民，你在担心什么？这把剑，你唤醒过，既已唤醒，这把剑就是你的了，自己收好吧。来，我带你看看我们的逍遥宗。九民，我们不照山有6个山峰，这不照山中心的山峰，名为香炉峰，乃是6峰之中最高的一座。当初魔气坠地，山崩地裂，不照山乃出，群山四合，6峰特立，天似穹庐，恰是一座先天的阵法。而我们逍遥宗位居于其中，便可以天地为宏礼，炼化万物。沧海桑田，当年被魔气浸染之地，如今竟成了仙门洞府。随心任意，无不可为，无不可往。
视为逍遥。由此，我们逍遥宗也创出独门剑法，将它取名为逍遥剑意。剑随心动，万般变幻。你既已把南之剑解除封印，那为师便直接传你逍遥剑意。可你要记住，剑法随心，欲要修成剑法，先要练这儿。洗髓印是魔神之心。叶修，好看吗？只有忘记澹台烬，功力才能变强。李素素，专心一些。这样下去不行。我喜欢的人是你，不是任何其他的人吗？叶修，你也要抛弃我吗？我想忘掉澹台烬时，有那么一瞬间，功力好像变强了一些。我也该彻底放下，追寻属于我的仙途。难道这就是无情的？如若不尽快顺势而为，转修无情的，恐怕待我修为散尽之时，天池之力也无法封住邪火。澹台烬已作为明君过完他的一生，我也不该将自己永远困在过去的回忆之中，日日忍受煎熬。原来这就是仙门，这就是叶修你曾经生活过的地方。叶修，如果500年前我就能感受到这些，该多好！小师弟，小师弟，上次您走的匆忙，没来得及介绍。我是残海，你若遇到什么不便，只管找我就行。多谢师兄。这是残风。小师弟，你初来乍到，师兄给你指点指点。咱们师傅座下，残海第2，我排第3。师弟你呢？凡是拜师入门，师傅都会取个新名字的。你叫苍什么？苍九明。哎，跟咱们的辈分不一样啊。苍是师傅的俗家姓氏，难不成你是他老人家的亲戚啊？我与掌门从前并不相识。嗨，师傅改名自有他的道理，我们就别瞎猜了。哦，对了，师弟，还没给你介绍我派的大师兄。说到这个大师兄，他叫苍林，是个武士。这里有点转不过弯。转不过弯？大师兄。其实大师兄呢，只是醉心修习于术法，对别人刻苦用心罢了。啊，对。你是师傅新收的徒弟，要不要过两招试试？一定有特别之处，让我看看。好了，九明师弟，你有伤在身，早点休息吧。我们先走了啊。对，大师兄，下次一定要前途一下啊！不足以啊，下次前途一下啊！哎，小师弟，仙门大比非常重要，可千万别忘了练习剑法啊！
仙子在助我修行。也行。朝游伯伯，您怎么了？哎呀，我这个人吧，一见到有人板着张冷冰冰的老脸，故作深沉，就立马得喝点酒，不然浑身不舒服，还会跳眼皮呀。您的酒葫芦呢？我去替您打上一壶来。不用了，以后打酒这种小事儿，就交给我那新收的乖徒儿去做了啊。不过我看你这么乖，我就送你一样东西吧，替你沾一挂姻缘。别闹了，苏苏她已经决定要修炼无情道了。苏苏，无情道绝非儿戏，里面的那些利弊得失，你可认真权衡过了？苏苏这10年，虽说是历劫，却更像是涅槃。现在苏苏的体内，一切都已经重塑了。你们衡阳宗怪事可还真多呀！本来苏苏还小，根本情窦未开，何曾历过情劫？又为何会转换为无情道？看来澹台烬便是我那一番情劫。爹爹和朝游伯伯不用替苏苏为难。既然我已向爹爹表明了决心，如今也无需再多做踌躇。苏苏，你先回去吧。奇怪，苏苏那番话不似寻常懵懂女子所言。苏苏，宫野师兄，苏苏，我有话同你讲。反倒似历经沧桑。好。苏苏，我们自有相识，这10年来，我的心意一日也未曾改变。大师兄，没想到有一天，我会害怕看你的脸。师兄，我正要谢你。从前我少不经事，行事痴傻，师兄不嫌弃我愚钝，时时照拂我，教导我。苏苏心中感激，不知该如何报答。苏苏，除了感激，你便没有别的话对我讲吗？我们的婚约，我待师兄之心，有亲，有敬，但别无其他。至于终身大事，我会找机会向爹爹禀明，自己做主。你果然不是过去的苏苏了。我听懂了，苏苏，我会向你证明，无论过去现在，无论你经历过什么，我对你的情谊都没有改变。不知道到时你能否将我考量进你的终身大事里？来日方长，师兄，我不知将来你我会如何，如今也只有随缘顺应。我明白了，我会等你的。九民啊，这里就是衡阳宗了，走吧。几日后的仙门大比，就是在这儿举办。先带你过来开开眼界。怎么样，够气派吧？跟为师去见见曲掌门吧。我给你介绍一下，我新收的弟子
苍九民。是他，他和师父一样，都被身为魔神的我杀死了。九明见过曲仙子长。坐。不错。赵幽，你总算收了个平头正脸的好徒弟了，这真是你100年来最大的进步了。你这说的什么话呀？狗嘴里吐不出象牙来。志明，你这次来的不巧，我女儿黎苏苏啊，她前脚刚走，我这就把她给喊回来，你们见见。多谢区长们，只是九明自打进了逍遥宗，一心修行，无心旁事。如若有缘，下次再与苏苏姑娘相见吧。晚辈今日前来是有一事，劳区长们费心。好啊，那你说说看吧，看我能不能为你解答一二。500年前，我曾在圣国斗灵，认识了一位朋友，相貌与前辈的弟子宫野纪武十分相似，不知这其中可有玄机？纪武他无父无母，甚至并非是一个寻常意义上的人。他本是逍遥宗不虚真人的师侄萧凌，不知为何遭祸横死。当时不虚真人来到衡阳宗，借了一件法器冰晶掌，据传那是上古战神所制，虽有破损，却仍有涵养元神之效。他将萧凌的元神放入其中，沉入天池，灵力丰沛之处滋养。自那之后，过了数个甲子，冰晶斩逐渐融化消。他究竟是谁？你猜到了？他身份那么特殊，把他这样留在仙门，你就不想再劝劝我？不虚师叔祖不会有错的。我也觉得九明这孩子不错，如若遇到机缘点化，说不定大有可为啊！我相信你的眼光。哟嘿，真不错，这次怎么知道夸我了？我夸的是你的徒弟。我成功了，庞一之，我已知道你是如何重塑萧凌的了。衡阳宗的天池，风光甚美。衡阳宗区长们已经尽数告诉我了，你曾经问我要过一瓶心头血，这便是重塑萧凌的条件之一吧。其他的，即使你不说，我也会自己一一查个清楚。若想重塑已逝之人，仇人血，情人泪，逝者之发肤，最后还需在灵力最盛之地，
开启聚魂法阵。叶惜武的情人泪、仇人血，皆在我身，这都不是难事。至于身体发肤，这只眼睛本来就是他的，大不了挖出来，再还给他便是。还需要法阵，那聚魂法阵在何处可以习得？人死终究不能复生，施行此法有违天道，只是为了满足心中的一点执念。你是想劝我？这就是你一直帮助宫野继无避祸的原因吧？因为你对他有愧，可你明知如此，不还是那么做了？你无非心中想念他，可施法让他重塑，实在是并无必要。什么叫没有必要？我活了500年，就是为了要找到他。旁一指，你拦不住我。宫野兄，我看你忧心忡忡，还满面愁容，是发生了什么事吗？其实这原本应该是件好事。哦，我的小师妹林素素前日平安出关了。所以，你的烦恼事关你的小师妹？小师妹出关以后，仿佛经历过什么，完全变了一个人。小师妹是无垢灵体，师父对她极为呵护。我自小陪她长大，她始终情窦未开，不懂情爱。如今渡劫归来，她却性情大变，我不知该如何靠近她。宫野兄，别那么悲观。过去她情窦未开，未必能真的回应你的感情。如今他心智已全，即便是你们要从头开始，不也正是一个赢得芳心的机会吗？不瞒宫野兄，我其实出生于500年前。500年前？是。我那时无情无爱。甚至感知不到常人的喜怒哀乐，直到有个人出现，这个人教会我什么是情爱、愉悦和悲伤。后来呢？后来，我终于能感受到他的心意，却没能留住他，找了他500年。此人能令你挂怀至今，数百年不曾忘怀。定是你心中挚爱。九明师弟轻描淡写，可我想的应该是一段悲伤的往事，令你非常痛苦。情爱多生忧怖，我还是慢慢来吧。反正10年都等了。其实不瞒你说，我觉得与你分外亲近，在你面前我无需忌讳，想说什么都能直说无妨。虽然相识不久，但一见如故。我心里总感觉我们像是多年老友，亲密无间。对我来说，宫野师兄已是我的老友。曾有一位对我有恩的朋友，他就与你这般相像。从小我就一直很羡慕他。模仿他，想像他那样活。
今，我拜入仙门，学习仙法，交你这样的朋友。也许我真的有能像他一般活着的机会，我很珍惜。我却觉得与九名师弟为友，亦是我之幸。你心智坚韧，我感聪明。我珍惜与你同在逍遥宗修业的日子，虽不知你过去究竟经历了些什么，不过没关系，无论过去怎样，你都是我公冶祭无的朋友。朋友。对了，九名师弟，你好像还没有告诉我，你今日来找我，究竟是为何事？听闻贵派有一门法术叫聚魂阵法，不知宫野兄是否了解？魔类编词。说起来，我对魔神之说还一无所知。斩天剑为魔神之手，洗髓印为魔神之心。是你帮我？原来那是屠神三魔气之一，他们与魔胎相互感应，为魔胎提供魔神的力量。也为寻找魔胎之人指引方向。魔胎，魔神的力量。聚魂之术，难怪庞一直不愿意道出。原来这是魔族禁术，还是被我找到了。如今无情道修习的进度，赶不上法力消散的速度。况且想修成无情道，也不是一朝一夕之事。看来肉身封印邪果不是长久之计。也许那本魔类编词里可以找到其他方法。是逐流去，也顺岁月蹉跎。路比岁月长，心事更无从说。众生夕阳外，落笔竟无措。只敢问春风如何。这下法阵的炼成方法都背上了。不对，还有一条无需元神的替换之法没有记下。融青草地，故人影若在侧。落幕萧萧下，何言见山佛？痛快痛恨都照着。桃花都垂落，春秋都垂落，最动情是梦中那一刻。长生长漂泊，负心负作客。年桃年为各自活，遍地又如何？春光又如何？纷纷求不得，所幸不过是寻常人间事，左手寻常歌。
让我找的那个仙子，她的居所我找到了，就在衡阳宗天池湖畔。魔神之胎人，谓之魔胎。邪骨容身，须罪业可化心魔。其与魔气相生相应，便得魔神之意。而其降生之时，天地人皆无定，难寻其迹，其源难绝，其骨不灭。按照书中所记载，澹台烬就是那魔胎了。可这书中只记载了什么是魔胎，却没说如何能毁去邪骨。我的无垢灵体虽然暂时能压制邪骨，不受它蛊惑，但我的法力日渐衰退，也不知还能封住它多久。看来如今之计，只能借助长泽山灵力叠加重宇之力辅助了，切不可让邪骨失控。那位仙子，就是回到这屋子里的。冒昧叨扰，对不住了。聚魂法阵，此阵须以逝者元神为引，若无元神，可用无垢灵体鲜血一滴，可招魂聚魄。招魂聚魄，无垢灵体的鲜血。小师妹是无垢灵体，师父对她极为呵护。若可以得到玉灵仙子的血，就能寻回叶修的元神，或许他就能向宫野姬无恋了。这天池，只是一看到月亮圆了，我便想家了。那附近也有一片湖，到了夏天，湖水又清又凉，我就躺在湖边看星星。草丛里还有萤火虫飞来飞去。你说的那片湖叫什么名字？在哪儿？在很远的地方，以后有机会我会带你去的。如今我已经在这里，可惜你却不在。这空嚎声，刚才是怎么回事？是邪鬼？还是去灵井中打坐调息片刻？
就是他。洗髓印是魔神之心，必定能引领我们找到尊上的魔胎。没想到会有一天，我们要来求这个老匹夫。1万年了，尊上的封印还是这般固若金汤。每每在此听到地冕的哀嚎，我就觉得心情无比畅快。你就放心吧。尊上的封印，只有洗髓印能解开，地面逃不掉的。1万年了，你们一次都不曾踏足此处。今日来此，所为何事？客套话就不多说了。地冕，你与初皇夫妻多年，知不知道神族加护的封印该如何解除？有求于我，是不是先要把事情缘由说明白？这500年间，我们虽然没找到魔胎，却偶然发现洗髓印被封在上清神域。可洗髓印必定有神族封印，我们无法轻易释放。所以，现在你们找到了进去的方法，再从我这得到解封之法，好让你们拿回洗髓印。拿去吧，只要你们把这念诀打进封印，加上你的妖力，应该就能解封了。没想到网之主还挺爽快的，待我们拿回洗髓印再回来谢你吧。终于有人替我去找洗髓印了，只要念诀能打进封印，我就不用再留在这鬼地方了。一队天兵来袭，说过，不要，你挖死掉。你这是玩什么？这牌叫魔神杀，可好玩了。据说是那个戊戌真人发明的，风靡四周，可给咱们萧通长脸了。小师弟，你这张是绝对是迷会装备的，那这跟其他身份牌搭配会造成一定几率反噬，若跟魔胎牌搭配就厉害了，可以召唤出终极魔神。如果这时牌桌上所有人都没有神明的身份牌，魔神就赢了。终极魔神，对，魔胎加血骨，终极魔神就会复活。这时屠神弩等武器就会立刻往终极魔神手中。如果这时还没有神明出现，魔神就可以开启终极大杀器神杯道。可是四周史上说，魔神万年前就已经被诛灭了。魔神生于罪孽，只要人世间苦楚不绝，魔神就会一代代出现。魔胎现世，魔气认主，魔神便会复活。3季将面临灭顶之灾。是啊，听说前一阵子云长阁殉道，就是四阴精灭这2个魔神余孽搞的鬼。据说是以魔神利器干预魔胎的什么一月族搞丢了魔胎，所以他们才四处为祸，不通过魔气指引找到魔胎。那魔气跟云长阁又能有什么关系？这个我就不知道了。不过这魔胎就是一切的祸根，也是错不了的。所以他们找了500年，如今还是一无所获。如果魔胎不灭
现身，魔神便不会复活。倒也没有那么最初魔胎意识能不受魔神控制，但是邪骨和魔气所在却是魔神的意志，命中定数，就已经离开。唐庄，魔胎现世会如何？若魔胎此时现世，魔族必然会倾巢而出，不择手段的去唤醒魔胎，复活魔神。如今世上有人说，若魔神被他们复活，即便我等仙门体境，恐怕无法阻止魔神复生，难以逆转四界魔神的到来。太可怕了！那我们也该去寻找魔胎，在魔族之前除掉他呀！都干什么呢？又偷懒？师傅，不错呀，仙门大比修炼繁重，你说还不忘孝敬师傅？不错不错。本掌门与游即将归来，请少掌门速去大殿迎接。上门归来，恭迎父亲归来。这里八方御风扇都经4周灵石炼制而成，正拿去吧。多谢父亲。仙门大比就要到了，望你多加体力，斩妖除魔，不坠我赤霄宗的生意。是，儿子定不负您的期望。掌门，衡阳宗掌门来信。仙门各派都是一个劲装的，我们就更该牢牢的团结起来，不能让国际有可乘之机，再也没有什么比掉以轻心更为甚。按照目前消息，二魔如此迫切的想要进入上清神域，必有所为。别看这消息可怕，上个月我派人去看守上清神域地时，竟遭遇突袭，有位长老还受了重伤，好在天门素有结界，才没酿成大祸。竟有此事！当时我还以为是蓬莱岛得罪了什么人，没想到竟与荒原二魔有关。仙门大比在即，此次大比，我们务必要选拔新人对抗魔神。不如就趁此次大比，我们来个请君入瓮。赵幽真人的意思是，既然二魔想去上清神域，我们便在神域举办大比。既然二魔有所觊觎，上清神域更该牢牢关闭才是。怎么能在里面办仙门大比呢？这样岂不是引狼入室，白白让那二魔得逞了？诸位，只要我们提前做好准备，这不叫引狼入室，而是引蛇出洞。这小子干得不错，真有点本事。那些牛鼻子小算计里人呢？既然戏台都为我们搭好，我们若是不去，岂不是毁了他们的好意？我们的目的是洗死地，不必与仙门定合。我听说北海有个小仙门，在紫袖州，或许我们可以先乔装打扮一下。师弟，
每次跟师傅来衡阳宗都要吃这个唐三山烤鸡。这山庄啊，灵力充沛，吃了很补。沿着这个方向继续往上飞，就能抵达当年神明所居的上清神域。上清神域。从今日起，玉清宫关闭，上清神域从此再无神力。诸位各自散去。战神营灭魔之后，上清神域便关闭了。哎，小师弟，你也知道这个？咱们仙门呀，就是继承诸神的遗志所创的，素来以除魔卫道为己任。不过这可是个开始。师弟啊，你就别发牢骚了，等大比开始就能上去开个眼了。这次仙门大比是在上清神域。是啊，由七星天门通往神域。这七星天门啊，就是神魔大战，魔神撞断了天柱，天柱倾倒，将天穹划开了个口子。平时啊都看不见的，只有各派掌门共同施展秘法才能打开。这历届大比呢，都是各大仙门轮流做中。这次呢，轮到了赤霄宗。神掌门那个老铁东西，居然让我们去上清神域做清扫。什么清扫？这万年来，世间再无神明，上清神域荒废，废墟中逐渐生出一些精怪妖怪，藏匿其中。这次仙门大比，就是借着比赛的名义和众派之力，把这一方神域收拾干净。哎，对了，听说这次玉人仙子也会去，他这些可算是名满仙门了。我猜这次大比，他想看他的人要几个头。李思苏也去，正好可以找个机会跟他要点利息。我说，我现在啊，无论走到哪，都会听到他们在聊你，还有人夸下海口，什么仙门大比不要紧，但是能抱得美人归。不必管他们。不行，这些东西明天小心别被我遇到，不然保准打得他们满脸开花。你这样杀气腾腾的，别人那些年轻地主看，肯定都躲你躲得远远的。你哪里还敢来？小师叔啊，我有法子了。别动！你做什么？你个鬼灵精！小师叔，明日可以放心出门了。至于别的，交给我就行。你又有什么鬼主意啊？我有一块带法咒胶香，戴在脸上，面目就会变得模糊起来。到时候我就假扮成你，收拾那些登徒子，让他们长长教训。我看你就是想故意捉弄他们，自己寻个开心罢了。好吧，点到为止，不要过了火。好，保证不会。放心吧，小师叔。各大仙门都到了，我们也该过去了。二位仙友，我等是山海门的散修，不知你们来自何门何派？
我们是紫袖中北辰真人门下弟子。紫袖中是北海的一个小仙台。哦，幸会幸会。走吧。哇，这来了不少人啊！我看衡阳宗的人来了，看来比试也快开始了。这就是玉灵仙子啊，也没传说中那么好看嘛。她的面纱有法术，你能看清楚啥呀？我估计她就是林素素。只要能让她借到一滴血，那叶星便可以。玉灵仙子，看看，那就是从你仗着自己爹三宗之一赤霄宫的长人，为人嚣张又贪财好色。各位仙友，欢迎大家来参加这一次的仙门大比。今次仙门大比规则与往届一样，排度标准很简单，就是捉妖的数量和速度。参赛者每人会领到一只空的锁妖囊，比赛期间不管哪个时候，只要觉得捉够了，就随时可以离开比试场地。最后按捉妖所用的时间和锁妖囊的重量为准，最终决出这次仙门大比的头名。你们可以结伴而行，但是不能超过3个人。时辰将至，诸位，准备出发吧。当务之急是要先找到龙垢灵体。各位师兄，此番来到上清神域，机会难得，我无意争胜，只想四处逛逛，开开眼界。九明就不与大家同行了，我先走一步。师弟，玉灵仙子，我是山海盟第一剑叶流江，你有没有听说过我的网名号？名为江海盗。听说你才闭关出来，我特地带我派真拍之宝灵体剑，请你赏你一棍。玉灵仙子，我与你一同组队可好？天哪，那是什么？玉灵仙子，苏苏姑娘。小月牙跟我说了，你俩这招偷天换日，恐怕是要把那帮弟子给得罪了。无妨，我喜欢清静，还喜欢中面人，岂不是一举两得？师兄如果不习惯，我现在可以变。对了，苏苏，今年的大比我不能赢。你刚出关也别太勉强自己。放心，我就走走，散散心。各位仙友，各区域的结界即将打开，希望诸位能公平比试，挹注上清神域，清除妖气，出一份力。现在大比正式开始。
咱们如此大费周章，但愿2年会中计落网。好啊，好一个引蛇出洞！不知徐掌门到底有何妙计？自大比创办以来，众仙门都知道，在大比中只要念出口诀，就能传送给衡阳宗。只要二魔在弟子前现身，我们便可以从弟子传送回来的位置锁定二魔，届时放下结界，由我们去诛灭他们。子英，此处妖气重重，看来其死地应该在此不假。燕白羽，你到那边去寻，有了端倪，速速报知我。是。怎么，跟了我们500年，你还不信他？你懂什么？人心隔肚皮。走吧。下令，见过少掌门。只要你尽为所能，赤霄宗不会带不了。多谢少掌门。少掌门，小楼玉联系你的踪迹了。上清神域如此之大，就算我曾经进入过明灭的般若浮生，想在这么大的地方找到黎素素，也无异于海底捞针。那是赤霄宗的弟子。少掌门，我跟你无冤无仇的，抢我东西干什么？看什么看？苏苏仙子，要是赏脸的话，不妨让在下看看仙子的真面目。我不仅将这锁妖拿了，双手奉还，还愿陪仙子细细游览着上清神域废墟。堂堂赤霄宗存长，怎么生出你这个没皮没脸的家伙？臭不要脸！放开我！放开我！仙子竟然不愿自己摘下面纱，那就让我来帮你吧。哎呀，果然是个美人啊！素素仙子，我倾慕你许久了，这情谊你今日还是领受了吗？你别碰我啊！你再碰我，我喊人了！哎呀，你我儿女之事，你喊什么人啊？我不会，谁在这有儿女之事？做梦吧你！
遥宗苍九玉。是萧宗和衡阳宗的事，是逍遥宗的弟子，管什么闲事？是不是闲事都已经管了？你若不服，不妨拿剑来说话。苍九师，我是诈魂之子，你难道还敢杀了我不成？不敢。那还不让你们先滚开！不过，这神域广阔，妖灵凶险，若是有弟子失手惨死其中，也是常有的事。唐师弟，有话好说，何必伤了和气呢？好啊，你先道歉。对不住，我方才不该拿暗器偷袭。我是说，让你向这位苏苏姑娘道歉。苏仙子，就癞蛤蟆想吃天鹅肉，您大人有大量，请苍师弟不要太贵手了。算了算了，他是残长的儿子，拿他没办法。我求你了，放我一条生路吧，我要拿也还给你，苏仙子。还不快滚！苏苏姑娘，拿好了。多谢。你叫苍九明，谢谢你刚才救了我。刚才你使的可是逍遥宗的剑意绝学，我还是第一次见到呢。不知你师从何人？苏苏姑娘不必如此，不过举手之劳而已。在下师从赵幽真人。我听师父提起过，说赵幽掌门新收了位小徒弟，修行天赋惊人。原来说的就是你啊！魔气越来越明显，我们要找的东西应该就在那个地方。不能暴露身份，这偌大的上清神域，只能用双脚补行。看你不去。上清神域不利我，才能避免这一出。这是李苏州的到来。衡阳宗宫冕系统见过。我是蓬莱岛的牺牲，师从刘指岛主，幸会。兄贵格温如玉，久仰久仰。第五，这次仙门大比不同往日，为师有更重要的任务要托付于你。大比开始后，你要与蓬莱岛兄贵国的大弟子一起配合，在上清神域内搜索二魔踪迹。一旦在上清神域内发现二魔踪迹，务必及时通报。上清神域是世间心气最盛之地，无力妖魔，却对仙门功法的施展极有利益。只要4阴经孽感入够，我们便可以趁此时机将其一网打尽。开赛已经一会了，我二人已四处巡视了一遍，没有见到什么异常。会不会是根本就没有要好？若他们改人易装，扮作仙门弟子的话，不太容易被发现。对了，苍九明，你在衡阳宗住的这阵，可曾见过我？不曾见过，只是有所听闻。我这李白投江的鬼点子，真是一招臭棋。若我实言以告，苍九明会不会生气？苍九明，那是何处啊？那是玉清，万年前曾是神域
兜兜转转，竟回到这里。澹台姐，忘了你，真的好累。为什么不管我走到哪里，都避不开你的影子？宁夜，我想问你，你有没有哪怕只是一点，哪怕只是一刹那，喜欢过我？宁夜，你曾经为了对抗魔神，守护天下苍生，放下了桑卷，你是如何做到的？为何我总是这样优柔寡断，一直沉沦在500年前的回忆，无法自拔？明夜，你与桑角阴阳两隔，我与叶夕无亦是如此。李姑娘，在下有一事想请你帮忙。是想取我一滴无垢灵体之血，好熏飞你妻子的元神啊！我还以为……不知李姑娘是否愿意此事？我所求不多，只要一滴就够。无论你希望我用什么东西作为交换，我都愿意。苍九娘，我也不是那么小心眼的人。我也很想帮你找回你的妻子，但是我实在没有办法给你无垢灵体之血。为何？其实我也骗了你，我并非李素素，我是她的师侄，我叫月牙。那真的李素素呢？要不你也尝尝？这断绝了生机的恒乃魔术，万年之后尚能生出新的，连你都有重新来过的机会。大师兄，不懂九名吗？放心吧，他比你更强。